切从基础开始。摔倒再站起来，浪花连接我们的热情，延续划水的热血。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比赛现场。现在，我们这个准备要进行的比赛是中级男子组的 Wakeboard 比赛。第一个准备要上场的选手是张兆忠选手，他拿过2014年全国杯宽板中级比赛男子组的殿军。好了，中级男，希望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跳浪动作，然后各种的跳浪之外，希望还可以看到一些变化啊，一些抓板啊，还有一些转体啊，180度这样子的。那刚刚跟大家讲过，中级男子组可以做到的最高分的动作，那应该就是 Hillside 的这个抓板180度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，我们判断这个动作的这个分数高低的一个依据。好，那其中一个依据就是你 landing 下来的姿势是要踩住toe side还是踩住 Hillside。踩住 Hillside 的分数通常低一点，那踩住toe side分数就会高一点，这样子。因为toe side压住脚尖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一个姿势，所以你要控制住自己的姿势变成那个样子的话，那你身体就一定要控制的，你身体控制力要更高一点。所以 Hillside 180下来是压在toe side的，所以这个分数呢就会比toe side的180还要再高一点啦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张兆忠选手，那中级男子组就没有再跟你水面招了啦，一开始就是直接进到了跳浪的速度就比较快，所以来加油，兆忠选手，我们 Hillside 压进来，第一招跳浪一个，哇塞，有够高，哇，这个有点吓到我好高哦。好，那他先一个 Hillside 的突位热身一下之后，toe side怎么样嘞？哎呀，toe side进来，toe side进来是被那个浪勾到了所以在这里是第一次的摔水了，而且他刚刚摔那个身体往前趴下去，看起来怎么有点危险。好，不过他第一个 Hillside 突位那个真的是有够高，有够精彩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！那toe side的话，毕竟水比较乱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有说过，脚尖跟脚尖就是toe side那一边相关的任何招式，其实难度都会比 Hillside 那边更高了一点。所以toe side突位其实这个单纯的2道浪也会比 Hillside突位的分数还要再高。因为他压进来的那个姿势就是不是很舒服嘛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这个张兆忠选手，他会不会再跟我们挑战toe side突位呢？他现在只摔了第一次然后 Pass One 的赛道感觉也都还有一点距离看来没有，他要继续挑战 Hillside， 那应该是要来抓板了。来抓板哦，一个 Hillside 的，没有还是一个 Hillside突位吗？好。那这个突位没有上一个干净，所以应该会取上一个的分数为主。刚刚做了一个小小的toe side弯位180，现在要笨脚笨脚的toe side弯位180，不错两边的弯位180，正笨脚都有。那这样的组合分也会变高一个他是做了一个 Hillside 的180吗？应该是有尝试抓板 Hillside 突位180。哎呦，这个最高分的动作被他做出来喽！那看起来他后面压力应该会比较小吧？来看看他的 Pass Two 会继续尝试做哪些招？是会做一些比较多不同的抓板吗？会做toe side突位吗？现在目前看起来
Pass 2回来这个方向是比较逆风的，所以会更难做招了一点。好，现在 Hill 赛进来有啦，要抓板啦啊！好，这里尝试了抓板，然后可惜，这个空中姿势就歪掉了。那可能太急着想抓板，那身体还没有把它控制在自己的这个可控范围之内，然后就去做其他的事情。在这里是第2次的摔水了，所以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下一位选手表现如何。下一位选手核心带选手，那我们这个出场的顺序通常是看你过往的战绩，所以你如果以前的累积下来的战绩比较高分的话，那你出场就会比较后面一点。好，这里是刚刚看到张兆通选手的第1次的偷赛的这个摔水，然后这里是这个 Hill 赛 2 way， 然后偷赛的两边的180，这个非常的顺，做得非常的稳。然后又回到正脚的 Hill 赛之后，做一个哇抓板180，他应该是想抓板，不过手没有伸得够出去。然后这里感觉想要抓阴地吧，然后在空中就歪掉了。核心带选手大头照好大哦。好，核心选手，他2012年得过新北杯初级男子组第5名，还有国手选拔赛初级男子组也是第5名哦，2次的初级男子组第5名。那现在不比初级难了，直接就来比中级男子组了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，风向应该是往下游吹的，所以 Pass 1是顺风 ，Pass 2的话就是逆风了。那顺风应该会比较好做招，希望各位选手一定要把握 Pass 1的机会，把自己的比较高分的招啊什么的，在 Pass 1赶快先做出来。好，准备起滑，核心选手。拉裤子，嘿嘿，哎，这个俏皮的跟船上敬个礼，直接一样从跳浪的速度开始，所以哇，其实好像就算是顺风也是很乱。核心选手加油！他看起来好像也有点崩溃。哦，摸水打招呼，从初级组的比赛留下来的好习惯啊，跟船上的裁判打声招呼。看起来真的是有点难做招啊！一开始从偷赛压出去，要做的是 Hill 赛的招 ，Hill 赛压稳压进来，跳一个 Hill 赛 2 way 啊，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。虽然有点敲到第2道浪的浪尖，不过他是绝对是一个算是 Hill 赛 2 way 的分数的。哦，要来挑战偷赛 2 way 吗？这一种水况有点难哦。哇，不但是偷赛 2 way， 还加了180，做了一个偷赛 2 way 180。接下来要挑战哦 ，Hill 赛的 2 way 的抓板，哇塞，很稳定哎。目前看他站着摇摇晃晃的，结果做起招来哦，毫不含糊，每一招就是给他这个死命的扔下来了，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，核心选手。现在啊，这个准备要进到 Pass 2，他在赛前练习的时候有很努力的一直在练 Hill 赛180这件事情，想要看看他会不会试着挑战自己看看，做个 Hill 赛180，把分数稳稳的拿到。好，核心选手准备进到 Pass 2。
好，应该已经进球了、哦。Pass to 第一招投赛招吗？还是 Hill 赛笨脚？啊 ，Hill 赛笨脚。啊 ，Hill 赛笨脚第一招要做的是，哦 ，Hill 赛好 ，Hill 赛180，那要算弯位还是突位，就是留给裁判去判断。哎。这个是打算做 back to back 吗？就是两边的 Hill 赛180。好，不过目前是正脚的 Hill 赛180反而是落水了哦，那还有距离，所以还有他这个也才摔了第一次，所以还有一次的起滑机会。我们来看看，他剩下的。如果快一点的话，可能可以做到2招，但是我觉得核心选手不会这么的去赶时间，他应该会想要稳稳的把1招做完就好。所以等一下看看他最后1招会不会来挑战他剩下的那一招梅兰的 Hill 赛180。来，各位这个现场的观众，我们一起给核心选手最大的鼓励。好哦，再度拿到了 handle 了哦，怎么样？笑容满面的，好。核心选手准备再度起滑了。好，我们等这个浪到达可以跳浪的速度，也是要一段时间。所以，好，我感觉应该就是1招了。来，核心选手加油！剩下那1招，把它做出来。没错，选择了头赛压水出去，好崩溃，好崩溃，怎么样？不做了吗？好了，就一个弯位的180啦，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可以。哦，保险起见，因为哦，如果硬做，那受伤也不好。好，那这个已经在这个严苛的条件之下，做出最好的表现了，核心选手。Proud of you 。好，那核心选手紧接在核心选手之后的是黄高宇选手，他不是姓高哦。好，我们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核心选手的精彩回放。然后这个偷塞180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然后这里的 Hill 赛突位，核心选手似乎没有挑战抓板，他就是各种转体啊。这里应该是就是要做那个正脚的 Hill 赛180，然后最后在这里最乱的地方还是使劲的做出了 Hill 赛弯位180，恭喜核心选手。为什么是戴口罩啊？高宇选手。为什么要戴口罩？你是不是这个刚工作完就拍了这张照？你刚搞完水电。好，高宇选手哈，他得过113年国手选拔赛终极男子组的季军。说到高宇选手的话哦，哇，他真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偷赛的 backside 180度。做的有够稳定偷赛 backside 180度，超级难的1招。那我们看看他，等一下会不会来试给我们看呢？好，看到核心选手前面的表现，哇，这水真心乱。你最好是，你就这样起来，输了，搞自己吧，搞到了吗？你以为你是索隆？好，高宇选手啊，这个搞笑完了之后，现在正式起发。高宇选手他还是实力非常坚强啦，我们就来看看他要来用什么招来当一个开头嘞。开始先顺一下啊，在浪内 S turn， 甩手。哦，虽然这样子看起来也是浪有点乱，但是
比起 Pass Two 的方向，现在赶紧做招吧。过了这村没这个店啊！哇，超级稳定，这个整个被弹起来的这个 Hillside Two Way， 非常的漂亮。偷赛有办法过Two Way， 挨战啊！没办法啦，真的，这个浪况要做偷赛Two Way真的是非常的有难度哦。所以高宇选手，目前我觉得以他刚刚的姿势来说，他应该可以再挑战一次，然后他这个再把姿势调好，可以 land 的。那就看看剩下 Pass One 他会不会继续挑战偷赛相关的一些跳浪动作。那我私心当然是想要看到高宇选手做出偷赛 backside 180，这招真的厉害。然后厉害是一回事，他又做得非常的稳定。好，高宇选手现在再度拿到绳子，我们可以看到船非常的晃哦。然后再度起滑，偷赛摔了一招，接下来会继续来挑战吗？还是先先做一些稳定的招？没有，就是要做偷赛招。哇，敬佩，偷赛的，没错，他就是差那个脚这个。不要踢出去，他就可以稳稳的勒住他的偷赛突位。接下来 Hillside 抓板了吗？感觉是想做180，然后最后觉得好像不是很稳定，先别做，取消了。哇！刚刚看起来是想要很 chill 的，在赛道结束前随意做一个偷赛突位。结果还是不敌这个乱水啊，不敌乱水。好，没关系，高宇选手，我们终极男子组总共4个人，应该也还是 All to Final 哈，所以希望高宇选手明天调整好状态哦，然后决赛好好发挥。在这种乱水敢做偷赛的跳浪，已经是勇气可嘉了，好，佩服。OK， 最后一位郑宇宏选手。好，我们至少可以看一下，哇，高宇选手他的第一个 Hillside 的跳浪真的是很标准，超高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偷赛突位，有确实的把板子的位置放好，然后再挑战一个 Hillside 突位，想做180，不过最后还是觉得身体没有在控制范围，然后最后这一个，可惜啊，最后摔在了偷赛突位。好，郑宇宏选手，114年国手选拔赛终极男子组的冠军呐！那有看头喽，有看头。终极男子组的冠军，虽然水比较乱，但是应该可以给我们看到比较多的跳浪抓板啊、转体啊这些动作。好，郑宇宏选手应该已经在水里等待了。每个人使用的绳长跟速度都有自己的习惯，所以务必要找到自己最舒适的各种状态，确保自己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现。好，那我们画面中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场有一些摊位，好，欢迎大家去各个摊位选购，然后吃东西。然后记得你只要IG， 我去 take CXC Real Food， 我就可以在那个摊位得到优惠价65块，非常好吃的
穿向吹的面哦。好，郑宇宏选手准备出发。好，郑宇宏选手第一招要做的是 Hillside 的招，这一下要做的是 Hillside 的，哇！哎呀，他应该是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，所以一开始第一招就想要抓板，但是还是被浪推歪了，然后这个一跳起来，轴心就不在这个对的地方了，所以第一个抓板就摔水。但是应该等一下。还是会挑战 Hillside 的抓板，毕竟这个难度相对低一点。好，那这个再提醒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哦，我们的凉面只有供应到1点半，所以现在还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，赶快抓紧时间去这个吃一下那个好吃的凉面吧。真的超好吃哦！好，郑宇宏选手准备要再度起滑，哇！第一招就摔，可能有一点心理压力哦，希望他可以扛过去。再度起滑，一样要来挑战的是 Hillside 招，会不会怎么样嘞？保守一点吗？先做一个 Hillside two way， 还是持续抓板 ？OK， 先 one wake 的招。浪还没成型啦，不过不知道这样子 one wake， 裁判算不算分？应该算啦，应该算。啊，笨脚的 Hillside one wake， 哇，好，看来是有一点。这个小看了这个乱浪的威力，然后就是照他原本的习惯的那个轻松的程度在做这些招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明天还有决赛的机会。那我们的终极男子组最后一位选手郑宇宏选手就在这里结束比赛了。那明天再调整一下，应该还是有机会拿出他的最好的表现。各位不要这样子就掉以轻心啊！每个人一定都是。这个实力坚强的选手。好了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精彩回放啊，这个就一起来一个抓板，然后就知道自己歪掉了，然后这个一起来一个 Hillside 的 one way， 接下来换笨脚，感觉应该也是他一个非常轻松的招才对，谁知道一个笨脚被弹起来之后还是歪掉了，然后就这样子摔了2次结束。紧接在后的滑水高级男子组要上场啦！高级男子组，那这个动作限制又更放宽啦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空翻的出现了。好了，高级男子组总共可以做2个高级动作。所谓的高级动作就是360或者是空翻。那空翻也只能做基本空翻。不能做空翻加上360度的转体，那只能做空翻，最多加正转180度的转体。那转体呢，也最多只能转到360度，不能转到540度。这个是高级男子组的限制。但是我们应该有机会看到一些更高级的动作了。好，高级男子组第1位已经在水里等待喽。杨毅选手，前阵子他也是在练习的时候，好像有这个摔了一个蛮严重的后败，然后现在这个希望他实力、身体
都有足够的恢复。希望他等一下比赛啊，这个可以拿出他的最好的表现出来。杨毅选手准备出发。好，绳子拉紧了，比赛船加速。杨毅选手那个腿上贴着肌力贴。我们滑水宽板滑水的话，那膝盖是消耗最严重的一个关节，一定要好好保护。用这个乱水先做了一个欧里180，然后呢？Hill 赛压出去，有要换回来吗？好，换回来 Hill 赛180之后 ，Hill 赛压水进来，第一招，进钩追啊！你乐极生悲，哎呀，这一招是蛮有趣的啦。你下来要拉住啊，下来还在那边顾着挥手，挥到最后一刻。好了，进钩追第一招失败。还得是这个始祖来做啊！下次要请那个何静选手来示范一下给他看。大家都觉得自己的 Hill 赛应该超级稳，然后就在 Hill 赛上面乱做花招，然后每个都摔在 Hill 赛上面。好，再一次。看看我们杨毅选手是不是要再尝试一次进钩追？来，已经把唯一一次摔水机会用掉了哦，小心哦！好，杨毅选手再度起滑。好，等浪成型。好，依旧是要先做一个 Hill 赛招。做什么嘞？Hill 赛砰！哎呦，好一个 Hill 赛突位。可能这个压水的时候的确又是一直被浪推歪啊，这个压水没有办法压得很扎实，所以跳起来的时候就前脚被喷起来了。好。继续来挑战 Hill 赛的一个抓板，哇，这个抓的地方应该是 Still Fish。Pass 1应该跑完了，那接下来就等 Pass 2啦。好，那这个。我们的比赛船做了一个大回旋，重新进入赛道。好 ，Pass 2的第一招依旧是 Hill 赛吗？依旧是 Hill 赛招吗？好像是哦。做一个 Hill 赛的，哇，确实一点的抓板不过位置似乎还是一样的，还是一个 Still Fish。又回到 Hill 赛，哇，看来大家在这个乱浪的这个摧残之下，还是笨脚偷赛吗？在这个浪况，真的？不是，是变什么？好，好，压出去之后换回正脚，然后再度尝试 Hill 赛的跳浪，那可惜也是失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高级男子组第一位选手杨毅选手已经结束了他的赛程。接下来来自
高雄莲潭滑水主题乐园郑少奇选手，万生哥的乖儿子少爷要出场了，少爷。好我们看一下杨毅的 highlight， 进口水，挥手挥太久，身体都歪了还不抓回来。好，这也是一个前脚被喷掉的 Hillside 突位。好 ，Hillside 的 Stillfish 抓板。这个没有过突位，所以他又尝试了一个这个比较扎实一点这也是敲到第2道浪。然后这里歪掉了。好，所以每一招都是尝试 Hillside 招。先做自己有把握的招。少爷郑少奇选手他得过113全国杯中级男子组的冠军，还有114年缆绳的滑水公开赛青少年男子组的亚军。他这个我看过他在那个缆绳滑水的实力，这非常的厉害。那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把它转化到这个船拖滑水上面来。好，少奇选手可能不知道在缆绳滑水的地方会不会遇到这种乱水好，少奇选手现在应该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要出发了。好，随着这个波浪一起一伏，准备起滑。好，少奇选手正式出发啦！好，现在少奇选手在等着进赛道，正式进赛道了。好，怎么样呢？来自高雄莲潭的那个缆绳的滑水选手，压到最外面之后，第一招 Hillside 抓板180，哇塞，稳定啊，稳定啊！只要跳得起来，在空中就是他们的领域了。哦，接下来偷赛回来之后，回到 Hillside 招。有没有已经做了一个 Hillside 抓板180？第二招 Hillside 什么？360，哇塞！哇，这个就是基本功啊，第一次稳啊，我都以为要摔了，哇，就这样子拉了回来，超强超强！好，这个是一个笨脚的 Hillside 抓板180 One Wake。哇，那个360精彩精彩！好，在浪的中间再适应一下这个浪吗？做几下欧里180，还有一个快摔倒的欧里，喂！好 ，Pass One 结束了 ，Pass One 结束。哦 ，Pass One 做的动作碎哦，哈哈，好像是缆绳很常用的休息的抓 handle 的方式。把它那个 handle 放在两腿中间，给它拉着这样子。好，从这个少爷的身上全部都可以看到这个 cable 的影子。好哦，那个距离很近的轻轻跳一个 Hillside 的 One Wake， 怎么样呢？还是一个 Hillside One Wake， 好，感觉他是在测试一个什么东西的感觉。要压出去了吗？哦，没有，
Hillside 的 backside 180，哇 ！Hillside backside one way 180，哇塞，这个 handle pass 有够稳定。然后呢，偷赛180，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。对我们少爷来说，一个简单的偷赛180。哦，这个是都多久了？这个科目3，对，这个舞叫科目3。好，厉害厉害，少爷最后呢献给大家一段科目3。果然来自 Cable 的这个选手实力就是坚强，实力坚强。我们可以看到万神哥骄傲的表情啊！万神哥说要上来陪我都没有。下一位，最后一位高级男子组的选手邱博瑞选手，来自 ES Week。邱博瑞选手，我不知道邱博瑞选手最近有没有练这个乱浪哦，希望他等一下也可以这个不要被影响的太多啦，这个没办法，一定会被影响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少爷的 highlight。Hillside 抓满180，哇，这个 no scrap 抓的有够久。然后在 Hillside 的，哇，这个360超强，这个都已经转太多了，然后他硬是靠着过硬的基本功把它拉回来。好，这边是笨脚的Hillside one way 抓满180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找脚感 ，Hillside backside 180，哇塞，真的是底子够稳才有办法这样子扔下来。嘿，科目3，好天气，我们都为少爷这个鼓鼓掌。哇，哪来的这个霸道总裁啊？邱博瑞选手，13年得过中级男冠军，还有全国杯，还有国手选拔赛的中级男冠军。12年是初级男冠军，哇塞，那不就114年就要变高级男冠军了？照你这个进步的这个幅度来看，好，我们就来看看邱博瑞选手是不是有办法在这2天的比赛当中，最后如愿拿下高级冠军呢？好，邱博瑞选手现在准备好，要出发，做得起滑吗？怎么样 ？Jump start， 感觉想要 jump start， 是哎呀，不是这样啦。好，没关系。邱博瑞选手到水里准备了。高级组不知道他会出什么高级招呢 ？Hillside 360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我们比赛船准备正式启动。好 ，Pass One， 加油啊，邱博瑞 ！Pass One， 赶快把自己有把握的招做一做。好，第一招一样是想要从 Hillside 招开始。哇塞，这个风向变了吗？我怎么感觉好像变逆风了？好 ，Hillside 好，没关系。压水不顺，重来再一次，总比摔水还要好。好，压水偷赛压出去。现在 Hillside 的第一招做一个 Hillside 的Hillside 突围，好，先抓住，好，先把这个招基本分先拿到。有要挑战偷赛招吗？哇，厉害啊，厉害啊！
在这种水况挑战偷赛招都是勇者，偷赛的哇 Indie Grab， 哎呀，在跳起来的时候身体已经在脚的后面了，所以在这里是第一次的落水了，剩下的距离已经过白球了，感觉距离也不大够，所以可能Chillbray选手接下来就是站着等 Pass 2吧。哦，后面那个云好像一只羊哦。好，这个绳子再度绕给Chillbray选手之后，哈，已经摔水一次的Chillbray选手，此刻心里在想什么呢？他接下来还要再挑战偷赛招吗？我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懊恼哦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好好的啊，再想清楚，等一下要做什么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！Chillbray选手准备出发。好，我们等绳子慢慢拉直，拉直了之后，准备就要再度起滑了。哎呀，我们这个是由于我们这是开放水域哦，所以你落水了之后，你也会继续的被潮流往某个方向推，所以这个也可以在大家做招的这个战术考量里面，哦，你是不是在逆流的时候？做一些比较难的招，可以吃一点赛道长度回来。好，想做的是一个抓板的 Hillside 180，不过看起来是没抓到，但是180是成功做出来了，不错。最后还是成功的再挤了一招进去。接下来马上就要回转，再重新进入赛道了。Pass 2，哇，这个。逆风比较难做招的方向，大魔王要来啦！哦，Chillbray压出去，准备做 Hillside 招，这是一招什么招呢？有高级招的出现吗？是360吗？是360！哎呀，在这里是转了太多了啊！这个 handle 没有办法拉住，好，所以第二次的摔水了。不过敢挑战高级招，那就精神可嘉。所以Chillbray选手，Chillbray选手就在这里正式的结束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Chillbray选手的精彩回放。这里是一个死抓着的 Hillside 2位，然后偷赛这里啊，这里的这个跳浪之前脚已经往前去伸了。好，这里想做抓板180成功。Hillside 360啊，在这里是这个板子打太横了，所以整个拉力变太强，这是最后在这里摔水了。好，紧接在后面的是宽板滑水公开女。
就是要来感谢我们所有热情赞助的厂商啊。盐里里保养品，这是来自鼎盐中医研发的盐里里，然后纳木啊精致天然香氛，百川建设 Chris Tour 去头高端旅游服务，波龙咖啡，根本在旅行日系咖啡厅，味觉百转零食进口商，川象吹美食鲜冻包，乖乖生计，保健食品爱康保健食品，还有波塞顿海洋运动俱乐部，然后莲潭滑水主题乐园。车满城自助洗车场 ，Surf Ace 服饰品牌，启程居家物理治疗所，谢谢各位干爹干妈的热情赞助。
来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全国杯滑水锦标赛的现场。紧接要上场的是我们公开女子组的 Wake Surf 的赛程啊。第一个要上场的是杨丞雅小选手。那她113年拿过全国杯的宽板的青少女的冠军，114年国手选拔赛的宽板的公开女冠军，还有冲浪的 Skim 的公开女冠军。哇，这个是只拿冠军的2刀流，对，其他的不拿的，就只拿冠军的，太强。对，杨丞雅选手来自文子滑水俱乐部，其实他哥哥，2个哥哥也都是这个台湾第1的等级，文子滑水俱乐部在台南吗？没有，在那个微风运河那边，泸州那里。然后哥哥杨佑业等一下也会出场，在 Wake Surf 跟 Wakeboard 都会。然后哇，也是滑水世家，对，实力也是非常的坚强。然后妹妹，在哥哥他们的影响之下，哇，现在也变得非常的厉害。就是公开，当然女生的很少人在滑宽板滑水，是，但是就算她是放在就是我们客观来讲，她的这个实力。其实也是很厉害，不是说什么很少人参加，所以他当然第1名，不是，他实力是真的很厉害。好期待哦，下午的赛事越来越精彩。对，接下来都是公开组男子跟女子组。剩下9个选手全都是公开组的，公开那就是没有任何的动作限制，你真的放开来玩，对，有多强的招全部都放就对了。那这个 Wake Surf 来说的话，女生他们可能做招的速度。还好跟得上，到男生话连续 combo， 对，他们真的是那个动作顺到一个哇，你嘴巴打结，他们动作都没打结，你嘴巴打结了，真的是这3个这个公开男的实力都是非常厉害，我们等一下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，太期待哦。我们眼睛看到输入，然后嘴巴还要输出，要时间差。这个真的是要练很久啊，光是认招、念招这个，所以看看啦，我也不知道，希望等一下跟得上。好，那看起来这个比赛船慢慢在靠近我们的出发船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等一下说会有9个人上场，但出发船上面没有那么多人，所以有些人2个都参加。OK， 对，所以是有2艘船在河上。没有啊，就是出发船，有些人是又参加 Wake Surf， 等一下又参加 Wakeboard。对他们，像杨丞雅选手就是啊，是然后杨佑业选手也是，所以有2个人，等一下已经是那个重叠的2个选手，2个项目都有参加的，然后他们的实力都是到公开级别的这一种。了解。杨丞雅选手已经在水里准备好了，哇，也是这个笑容啊，你看。水好像的确有变比较平哦，有风比较小一些啊，希望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看到更精彩的表现。杨丞雅选手准备，哇，这个站在上面就很轻松嘞。这个粉红色的板马上开始，跟他哥长蛮像的。好，先怎么样嘞？先适应一下浪做一个 ollie knee down。也是有 knee down。好 snap， 对。2只手怎么样？double knee，double knee down， 吹浪启程，配趴板，然后再起。啊！这好像是一个 combo 技，真的吗？就是跪，先knee down，再两只脚跪，然后再趴追，然后再重新站起来。这个我可以，这个我很会。对我感觉你们一开始就是在练这个，对，你们不会这个，你们就没办法冲了。对，反而这个是你们最熟练，然后这个反而是我们最不会的这样子，还要特地去练。所以他刚刚应该还有时间吧？这样子一定有啦，有啦。对，感觉他刚刚起来的时候是，重心放在前面吗？感觉他板头已经完全沉到水里面了所以，对啊。不过我也不知道这招要改进的话要怎么改啦，可能要稍微跪后立一点点。可能他起来的时候，动作要快一点吧。手不能压在那边压很久，然后才准备起来，可能整体动作要加速一点吧。但为什么他起滑这么快啊？咻就拉起来了。因为绳子拉起来跟你自己趴着起来，那个完全不一样。绳子起来，这个轻松太多了。对。好，那现在
再度起滑 ，Pass One 还有再度尝试一次，好，不 double knee 到，直接趴，然后如何嘞？有办法成功起来吗？再找一下那个推力点，找得到吗？有，跪着啊！哎呀，因为跪着比你脚掌去贴着那个板子难控制太多了。对，因为你要用膝盖去控制。对，然后你脚掌至少还一前一后，是，那更稳了一点。所以，他这样子就是挑战2次，失败，非常可惜。好，那接下来应该就要马上进入到他的 Pass 2了。刚刚看到他趴着起不来就继续趴着，不知道如果继续趴着可不可以进 Pass 2？应该可以直接无缝接到。对啊，就直接说这样子。就对你们来说的话，那你们这样的趴着是已经感受到推力了。对，下一步要做什么？一样就是做跳起来的动作，叫 take off， 要用跳的。对，用跳的。所以像他刚刚比如说2只脚轮流，先跪回来，然后再慢慢这样站起来，这样也可以。这也算是 take off 的一种。那因为我们在冲浪里面有这种方式叫做 classic， 就是比较传统复古。但是用跳的，其实跳的是比较简单，还是跳的比较简单，但是跳的你的反重力就要轻柔。所以反而是跳起来之后，对，控制比较难。对，来了，好 ，Pass 2，杨丞琳选手准备进入 Pass 2。好，那 Pass 1最后啦，挑战了2次失败，现在 Pass 2怎么样？还要继续吗？还是换一下呢？对啊，感觉要做其他招了。是，不趴了。要加速一下。他的那个板子的配色很像马卡龙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起来就很好吃很甜，很好吃。360这个一开始的180卡在那边了。是就是如果你把360拆成2个180来看的话，他第一个180好像就没卡住过去了。对，板头好像是吃到浪那一侧的水。可能一开始就不够大力吧。一开始不够大力，那一下卡住你就再也上不去了。而且我们 G23的浪的确蛮大的。所以你可能就是要更调整一下。我今天预赛啦。对啊，我觉得今天都在看起来选手都在调整他的状态。对啊，在熟悉这个传浪的部分。好，杨丞琳选手应该 Pass 2还有时间。360失败。Wave Surf 可以摔2次水，对，所以他等一下还有1次的机会。还可以再摔1次水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尝试1次360。直接已经站上板子了，哇，好快啊，迫不及待。我们船的方向有改吗？刚刚好像是往关渡桥开。对，现在是关渡桥在后面。没关系。反正选手跟裁判都没问题，那我们就是看戏。好，哇，这个浪也到他的腰了耶。对啊，这个比较大的感觉。要坐着吗？踢单脚出来。哇，这一招我好像没有特别去记他的名字。再趴，就是想要尝试这一招，就是想要在比赛做出来，1只脚2只脚飘到浪后面去了。到白泡泡的地方。其实就很难再回来了。是啊，尤其他没有 pumping 的机会的话，对，回不来。我们刚刚看到，真的到那里还回得来了，只有一个那个小弟，那个很轻的那个 Timmy 小弟，他超级轻，所以一点点推力就回得来。但大部分人真的没办法。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动作，我没想到这个算是困难的动作。你说趴着，就你趴的时候，你还是要身体往浪内侧过去，压瑞尔，对，才有办法把那个板缘吃进那个浪里面，才可以感受到推力。像他这样被往外推出来了，然后他甚至压的时候再更往外侧，更压了。你有没有玩过 bodyboard？ 没有类似这样子的概念，也是要压，用手压，用手肘。那可能压的时候要以他这个来说，可能压右手，对，他让他右边的瑞尔吃进去。有压右手，但是反弹回来了。对，被弹回来。然后怎么样？再试一次吗？这个是360。对，之前尝试的部分。压，然后这里往后退，然后右手好像的确有刻意压右手，但是
但是还是还是刹车往外飘走了。对，好，紧接着这个其实就是公开女的第2位，也就是最后一位公开女的选手了，孙可恩选手。可恩，好，113年拿过全国杯业余的女冠军，2025 CWSA 亚锦赛的业余的女冠军，都是冠军哦，也是一个这个只拿冠军选手出场，很年轻呢哦，对，也是很开心。嗯，好，孙可恩选手，可恩选手就是我师傅。哦，真的啊，没有教我认招的师傅，只只教我认招，不教我怎么练招，这样子。Goofy，对，好像浪的形状不是很满意是吗？哦，在研究吗？就是速度加快。形状有出来了，只是它不到它舒适的那个状态。好。对了，宣告加速之后，好，浪好像有点大，对，好，上下浪先，欧里直接先个欧里啊，要再加速，要再加速，加速，感觉是往上了，没看清楚，应该是加速，air，这个 air 大，浪大，然后再加上它有抓到那个点，air 抓板，这个是 trap， 没有，它 air 抓板，它不是从上面跳下来。跳上去抓板，到了，哇！因为单纯的上下浪我没料到可恩师傅会在这里落水，不知道 Pass One 结束了没？因为有时候那个浪太陡，对，而且有时候白花喷出来，他感觉刚刚是板头稍微吃了点水哦，那他下来的时候直接卡住那个水，好，不过我们可恩师傅呢，他还有很多大招没放。刚刚只是热身，先吓吓他。他如果抓到了那个甜蜜点，他就无敌了，就连开外挂了。大招连放。为什么我们左上角要写 skin 跟 surf？其实我们今天只有 surf 啦，但是有另外一种就是那种板底完全没有 fit 的那个叫做 skipboard， 然后这次没有人报，OK， 所以有人报的话，我们就会开这个组别，那个可以旋转360那种，那个一转就停不下来，对，那个转720什么900、1000的，很像沙板的感觉，对，其实好像就是沙板，好像就是名字一模一样啊，对啊 ，skipboard，好，还有一点点时间，他确定一下，跟裁判确认完还有多少时间？180没有问题，果然轻松做，对，开始放大招了。180放了之后，哇，这个浪有够大，有够卷360这个360飘走了，可能也是上得太高吧。乱讲，反正我也不懂，不过看起来是，但现在看起来水面真的是干净很多，对，就是平蛮多的，看起来是对公开友善，对，太好了就是最精彩的组别是那个水况最好。对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，我每次看电影看影集只要拍到海边，我就会看后面的浪，形到底漂不漂亮，水面干不干净。你们是看海边，对，我是看湖面，有出现任何的湖，我也是第一个觉得。这个湖水好平啊，真是好想下去滑。没错，通常那个最平的那个湖面，是出现在电影还没开始，一开头有一个星星会划过那个湖面，跑到一个山上去。你说那个制片公司的对，那个湖面最平。然后代表我们都是中毒啊。对啊，这个就看到就觉得好痒。是啊，很想下去。然后又觉得又知道它是那个动画，就很悲哀，深层的悲哀涌起来。好，我们可恩选手直接起滑，决定用 Switch 来起滑，这个脸好嫌弃哦，超级嫌弃这个浪怎么回事？好 ，Switch 笨脚啊！笨脚，哇塞！他笨脚打算要做360因为通常我们这样转过去，下一步就是转回来。是，应该是不至于会想说180就定在那。所以他哇塞，第一招 Pass 的第一招就直接打算干这个 Switch 360。
不过看起来真的很嫌弃现在这个浪。对啊，真好，还可以闲。哦，我们海边冲浪是没得闲的。对，哦，像对我们 wakeboard 的选手来说的话，就是香港的选手只要到台湾来，对他们觉得所有的水都很平，因为他们也是在海边滑，所以他们都超乱的。哦。然后像我们看到这个水，太乱了，不想下。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，你们娇生惯养，这种水这么平还不下。他们是在开放水域做。开放水域是，而且又是海边，因为像其实淡水河也是开放水域。是。对啊，但是我们也会有浪乱的时候，但是对香港的选手来说都很平。台湾没有乱的时候，他们是见过大风大浪。Pace 2的第2次尝试哈。好，回到正脚，看来他 Switch 360就打算做1次吧。好，现在怎么了？好像有一点点感觉到颠簸哦。好适应一下浪，这个 snap 漂亮 snap。哇，那掉下来很高呢。对啊，hold 得住，差点又板头插水。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做一个。180，哇，这个180 shove out， 哇，可恩选手的180是真的很稳哦。对啊，他前面那段就非常稳定哦。对啊，而且我刚刚看到他进去之后，他就直接受那个浪的弹力，弹回来的时候顺势做了一个180，对，很厉害。只是那个踢板毕竟还是比较难的招啦。是。好，还有1次机会吗？看起来是要换男子组喽。所以可恩选手他的 Pass 2也就这样结束了。那公开女子组的 Wake Surf 的比赛就全部都告一段落了。接下来就是男子大乱斗喽。这3个实力都很强哦。好，这个可恩选手精彩回放 ，Air 抓板，这里要做一个抓板。然后在这里下来的时候，那个 hillside 不知道为什么卡太深了，是，然后身体没跟上，然后就跌倒。这个180稳啊，但是想做360，哇，这个直接上到太高的地方往后飘走 ，switch 360，然后这里是没来得及下来吧，那个板头。不过看起来这种 pro 选手他们的蜡真的打得很小块哦。只打在他要站的地方。的确是，不过每个人好像习惯也还是不一样所以就好。可恩选手最后尝试的180 shove out， 这算是最大招了吧？哎呦，没人这一张这么帅的 ED，ED 叶成伟，这个2025 CWSA 的 Candy Cup 得到了半职业的男子组的冠军，14年国中选拔赛业余男子组的冠军。他这个还有另外一个。他引以为傲的头衔，他是 ES Wake School 的教练，没错 ，Wake Surf 教练，是真的蛮会教的。对啊，他有他自己一套系统，然后就蛮容易这个浅显易懂。是，他每次跟我修正动作，我都觉得我马上听得懂，真棒的确，而且一改就有看到成效。对，我就是个性蛮拽的。这你说的不是我说的。我今天的某一个表情就是在模仿他。对，我今天只是没有做成功，因为我那个捏到每次捏下去就摔。对，但是我捏下去有一个瞬间，我是在致敬我大学长ED 教练。希望明天做得出来。可以，这个一定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。致敬这个招式就算了。那张脸一定要做出来，表情要到位哈，表情一定要做出来，还得是我 ED 教练。ED 教练现在不知道他身为第一个出场的啦，他如果做出就是一些厉害的招 ，stunning 的招，就可以给后面带来很大的压力。对。就看看他可以给后面的2个选手带来多大压力。对，这种就需要压力来 push 他们。当都是 pro 的时候，对
ED 选手已经站在板子上了，哎，已经调好势，直接起滑，哎。好，不知道在船上沟通什么事情。好，起滑。哦，其实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那个动作就潇洒，对，就是轻松很多。对，就是只在最需要出力的那个瞬间，是出一下力就好，游刃有余啊！哎呀，来啊 ，up up up！ 哦，对啊，他如果是比大拇指就是提高速度，如果比食指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哦，OK，I'm king of the world。然后再一点点。他对浪的那种敏感度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敏感。先一个轻松的 air， 然后哦360，非常顺，非常轻松，拨个头发，哎，上下浪之后180，水面180回来，哦，轻松啊！这对他来说是小招，对，小招叠分数。哎呀，救得回来吗？对，刚刚那个是 alley oop， 虽然我不确定问题出在哪里，我感觉位置在后面了。他180下来的时候，他180停了很久，感觉他在那个时候正在找那个推力 ，OK， 不过好像没找到，然后最后转回来的时候，哇，流走了。对，好，ED 选手承载着整个 ES Wake 的希望。现在，因为阿里乌应该对他来说不难才对，对，所以他等下起来应该还会再尝试。OK。因为他没有完成这个动作嘛，他要记到这个分的话，就必须还是要完成再往上走。对啊，就是如果说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有把握的招，一定要再做一下的。而且那个 wake surf 的这个可以摔2次，这个倒是会给选手就是减轻蛮大的压力。是还好啦，还有1次机会。对对对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alley oop再一个。21秒钟，我们的 ED 选手还有21秒 ，Pass One 还剩21秒的时间，目前看起来顺风。对，但是等一下如果还会往反方向开的话，对，那还是要趁现在赶快做招才行。逆风还是比较难做招的。是，在等速度哦。有了，浪出来了，有吗？alley oop吗？在想。不是180 shove out 啊 ，shove out 180 shove out。这个来说，我会觉得他反而太小心了。因为他平常自己在做的时候，并没有一定要成功的压力。一踢就成功，这就是比赛带来的压力。对，他好像非常的小心，想要每件事都做对，是他反而就做的太小力，太小心，然后所以没有推够。刚刚感觉踢太小力。然后那个板子没有稍微离开水面一点点，这样子，这都是学问就怎么扛住那个压力，然后让你比赛表现的跟平常一样。是。那最后我们发现，没办法，就是你只能把这一招练到这种压力下还做得出来的这个程度。我不知道wake surf 如何，但是我们在公开水域的冲浪，你的比赛表现通常就是你日常 daily surf 的40%。40%好低哦，很低，哇塞！所以你可能要练到100%比赛才会拿到40%的成绩。哇塞，就那种很难的招，你要练到那种下意识都做得出来。对，就变肌肉记忆了。那个比赛才有办法。真的。这是 pass 2换方向了，感觉就 pass 2了。好 ，pass 2再继续调一下速度。好。那 air 抓板，小心！好，一个 splash， 感觉在调速度，稳定，对。那接下来下一招180，回来哦！有，救到！ED， 哎呦，是有。好，180回来，然后，板子走板子的。对，刚刚没有拍很清楚，但是我感觉他想要做 shove 3，看起来是。对，就是踢板，然后板子转360度，一整圈这样子。
对，不过那个没拍到，可是看他踢的那个力道哦，那么大力，应该是这样。可是 Shaft 3，也是他一个还没有练非常稳定的招。那可能是感受到后面2个太强了，那也要先秀一下。对对，一定要稍微气势上要挑战一下别人自己。这也是一个策略。对，不过没有看过这板子飞那么远。板子有他自己的想法。对，你去适应他。好，那 ED 选手他这个 Pass 2剩最后的18秒。又换方向哦，奇妙哎。传脱的方向又不一样哈。哦。不过现在不知道是压水更重了还是怎样，那个浪感觉比较小哦，不过浪主要是成型的速度，我觉得有点久哦，好像之前比较快一点。好，没关系 ，ED 选手最后一点机会了。嘿，不确定他想干嘛 ，lay back 来一下。就是180，然后躺了下去。对，看不清楚到后面的动作，应该也还是想做180 shove out 吧。感觉今天放得很松还有一次机会吗？下一位选手杨佑华，杨佑业，对。结束了，所以才会秀下一个选手的名牌。他可能时间也到了，因为他刚刚等浪成型等比较久，等了一阵子。哇，那这样子又是一个可能策略的调整，会不会再冷藏？今天预赛嘛，长招，对，不知道ED这个计谋有点深谋远虑哦，先藏就对了，耍一个小心机。右位选手我算是期待哦，他蛮多大招的。这个 Air， 然后这个360，这没有问题。然后这个180，我记得是成功的。对，这个是成功。这个180整个位置好像是很好的。然后这个 alley oop 没有成功的下来，等到推力。然后这个180 shove out 没接到 ，Air 抓板之后 splash， 然后这个180回来了，有回来了 ，Air 3不对 ，shove 3，对，的确是 shove 3，然后这个真的是不确定发生什么事，直接躺了下去，一股怪风，对。右位选手等一下在 Wakeboard 的公开赛也会出赛有他照片是他 Wakeboard 的照片，也是双七2刀流，对，然后2个是都很厉害，划水公开男季军，冲浪青少年冠军，亚锦赛是，因为他在台湾比的话，那是保证是冠军那会让他到季军的，那一定是出国比赛。是。现在大家都要站在水里Pro 选手，他们就是习惯先把板子踩进水里。好了。好，等一下就看右叶选手跟火龙选手。火龙选手，等一下第3位要出场的火龙选手是职业选手。对，他是台湾唯一的吗？男生的职业 wake surfer。也是我的老师。这样子。好，右叶选手出发。是在调速度吗？是，快一点。哇，习惯多快啊！这么快！哇塞，还在调，真的假的？他要弄到那么快？好，一个 air，超大。然后，一个alley oop，这个是直接教了 ED 怎么做。哇 ，shove 3也太轻松，搞什么？好强啊！3招直接，这个 big spin 的，big spin， 然后big spin 接 body varial，
哇，前面的4招太猛了，厉害4个狠人，真的好凶哦。 ，Showtime，对啊，超级顺的耶，他做起来超轻松。真的秀泰广对场，，就是刚刚这ED 所有失败的招，直接示范了一次给 ED 看。哎呀，好的，摔了第一次哦 ，Big Spin 接 Body Varial，而且非常流畅，对对对就是你看不出来他有特别失利的点，对对对，全部都连招，然后一气呵成，都没有说做完一招等，对没有然后再下一招。哇，Pace One 还有21秒，哦，然后超级把握时间。我刚刚看，我以为已经过了半小时，哦，直接到 Switch 了。对，哦，摔了一次，然后直接换 Switch，怎么样？要从 Party Varial 开始接吗？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。笑得很开心。对啊，是跟船上的谁在聊起来了，就是。好 Switch， 哇 Switch， 哎哦，怎么？所以这个哎，勒背动作，对啊，这2下加速怎么好像有点不稳？哦呦，哦，这个是阿里图 shove out 吗？180 shove out 啊！哇塞，这是要做360、720。 5 big。啊，就是板子转了540，然后他人转了180，哇塞，这个是真的是世界级才会出现的招哎。高阶动作，等一下，他刚刚应该是 Switch 的180小方，因为他没有跳起来，所以应该不算阿里。是，就今天让我们大饱眼福哦。对啊，哇，这个招真是哇，我头痛啊，好难认哦。希望。好，希望没有讲错，希望没有讲错。等一下有讲错的，请各位赶快上来纠正。赶快这个 Pro 级的表现就是不一样，稳定。好，哇，等一下没关系，反正等一下一定会有精彩highlight回放。我们先就看看他，这是 Pace 2了吗？哎，应该是换方向了哦。好，等浪成型，然后怎么样嘞？刚刚的 Five Big 如果成功，火龙就很大力压力哦了，真的。所以看看是不是有没有要再试一次那个 Five Big。要不要把动作难度拉高哈？哦，好哦，超大的 Air。哦，Ollie 180回来。然后哦 ，shove in， 然后回来水面接得到吗？接得到吗 ？shove in， 然后水面180回来就飘走了。哎呀，有时候反而就是在你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。是啊，看起来他准备要再接连招的时候飘出去哦。然后想说，哎，只是站着而已，哎，飘走了。这样子，这也是困难的地方，那个 landing 的位置很难抓。哎呀。我现在看到关渡大桥上面没什么车，代表等下回家不会塞车耶。希望在还没塞车之前，对，就可以先离开。好，这个选手他的 Pace 2还有30秒哦，杨佑业选手还有30秒，然后也还可以再摔一次。哦，哎，哦，又到了 Switch， 哎，等一下，他是换边了吗？他是直接换 Goofy side 的，而且他浪也换边了，他原本浪是在右边哦，他现在浪换到左边，那现在是他的正脚，不是 Switch，他只是换到另外一边的浪来做招，算是他的 backside 背向浪。哦，对，他的 backside， 哦 backside air， 然后 snap， 哇，这个 backside 的 shove 3呐。好凶哦！哇塞，整体难度拉高不止一个档次啊！哇，他不止换浪的方向，还做那么大的招。对，这个 backside 都不好做啊。对啊，光是站好就难了。应该还有一次起滑机会。哎，没有吗？换马来火龙哦。OK，好，2个最大的招没连。
火龙可能松了一口气啊，现在啊，这个 alley-oop， 然后这个 sharp 3啊，哇，这个板子转的有够干净。是，然后这个 big spin 下来，下一个 body varial 在这里摔了。哇，这个连招如果做起来不得了啊，有够顺哎。是，哦呦，这里的 switch 站的有点不稳，没有 backside 那么稳。好，这个，哦，这个只是180啦，180 shot out， 好，所以没有 alley-oop， 180 shot out。然后这个 five big， 好，这个 air 抓板，然后 ollie 180，然后再 shot in， 然后这里流掉了，很奇妙哎，就是感觉应该有接得到的，对，就是怎么好像努力一下有机会，但是他就直接放掉，算了，他没有要追浪的那个，没有要努力。啊，不过不知道他们 Pro Rider 是啊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Pro 的心里头，他们自己判断觉得啊，那还不如我重新来一次，是有可能。好，我们稍微等一下，因为河道上好像在清理赛道上的小状况。好，赛道整理中。啊，我们 Wake Surf 的最后一位选手马来火龙啊，我们要再等一下才看得到他的英姿了。刚看到的那种划船，那是什么划船？独木舟吗？哦，独木舟。哦，双人。但我不知道这边也有我没有看过，之前没有注意到。不知道，因为这个河道毕竟也是开放的嘛，就是随时想要什么 SUP 啊、水上摩托车啊，然后什么都可以。但我没有看过在这边滑 SUP 好像都在另外一侧。哦，我们很久前看过。OK， 可能这边风比较大吧。对。他如果逆流，然后再加上顶风，那应该会回不了家。对，这很麻烦。你们冲浪也是嘛，就是下水前也要判断很多流啊，哪里有礁石啊，对，然后什么那些，感觉你一个不懂，就超级容易被带走了。对，这样子。尤其海边，其实流会是一个很需要考量的点。哦，那有些比较流强的浪点啊，你有可能下去2个小时都要划水，不划就流走了。哦，所谓的流走是什么意思？流到没有浪的地方，还是说它正常我们会有一个往外的流，或者是这个叫离岸流。哦，对。那如果你要定在所谓的浪头的话，你就要顶着离岸流一直滑啊！哇！但如果你不继续滑的话，你除了到不了浪头，下不到浪那你可能就会被带到比较外海一点。它会停，只是带出去了，你要再回来就很难。OK， 哇！那谁划得了啊？因为你离岸流一直来，对，那你要一直滑，你滑了就是听起来超累的。对 ，keep pedaling， 就是你玩多久就是滑多久，听起来有够累耶。对，所以我们上半身通常肩膀会比较发达一点，因为一直滑水，一直滑水。哇塞！哎呦，看起来赛道整理好喽。像我们都不用划水。对呀，太幸福了，太幸福了。那冲浪一个比赛，你可以期待看到的最大招是什么？目前吗？在台湾，台湾分成长短板。长板的话，可能就是要用尽你整张板的长度，你要从最前面到最后面。OK。那短板的话，最大招应该就是 Air Reverse 180或360。360的意思是你用浪飞起来之后，对，飞起来之后旋转360下来 landing 成功。这在台湾有人做到过，就是年轻人是 OK 的。那 Air Reverse 180比较常见。Air Reverse 是你跳上去，对，然后 tail 下来着地，然后下来以后再转回正。tail 下来，那你就在空中其实不用转吗？因为你上去了嘛。对。你都不用动，其实就 tail 下来了。但是你 reverse 的180你还是要动。对，在水面上
再把板头对，在海面上再转回来，就已经下来 landing 后再转。那因为我们的速度是要靠 surfer 自己去累积，所以它的速度快的时候可以很快，但如果没有浪的话就没有速度。对啊，它难是难在这个地方。对啊，不管你有没有8腾可以弄多大，对，你那个没有浪的推力，你就是对啊，你没有攀平到的话就没有那个速度。对啊，我好像冲浪没有那种什么韩国的那种人造浪。你冲浪要练到厉害，真的是要没日没夜。是，它它不像我们快艇冲浪，它是有固定的时间嘛。我就算水面风再大，我来还是可以玩嘛。对啊。那 surfing 的话比较难。哎呦，马来出现了哦！出去那边海边，然后等一整天没浪。对。常常会有发生这种事，所以我们会做很多就是浪况预报啊，告诉大家什么时间比较可以去。对啊，还是加钱用一下科技啊。对。马来火龙，火龙好轻松哦，来了。ES Wake 马来火龙出发了，台湾唯一的 Pro Rider。帅哥来了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火龙选手。这种浪难不倒他啦。对，我很少看他露肩膀平常都是穿那个超帽衣，全部遮满的。对，肩膀很抬。来了，哇塞，好轻松啊！就直接跳上去跳一个。哇，这个 air 太高了。抓板好像希望浪小一点吗？浪低一点。拍一个360，360。这是阿雷 U， 对。然后Shavin，哎呀 ，Shavin 应该是他的基本招才对啊。有时候就都是会在基本招上面滑铁卢。对，我觉得比赛真的比较没有办法平常心面对。对啊。哇，那现在一个基本招落水，怎么样呢？人家右叶可是。开头就放了4个大招啊！4个大招，火龙也有。火龙他最近我帮他开船练习，我看他练很勤的一招是那个正脚 big spin 接笨脚 big spin， 就是 big to big 这样子。我们的术语是这样讲，看他今天会不会做得出来。对啊，他现在笑容出来就好多了。他刚刚有点紧张出发，太帅就不行哦。要亲和力高一点，你看。你帮水就会帮你。来，准备，出发。欧里。超级轻松的欧里，对，超级轻松那这种好像你不用算分也没关系啦。对。好，这个轻松的360是。这个要算分了，要了。big spin， 哎呀，在这里是脚好像有点打结了，缠在一起。好，我们在海上会说要感谢大海妈妈，在这里要说感谢大河妈妈。大河，对，淡水河，对。等一下应该再小心一点，可以啦。big spin， 我觉得他可能会换个招会不会？看他，看他，我猜他等一下 switch 起来 ，OK， 猜看，一定要秀一下是不是选择笨脚起滑呢？后面独木舟来了，双人的，对，好可爱哦。后面那个要是我在后面，我就不怕。对啊，我在踩斜力车。对，来 pass two 来了。换方向了。依旧是 regular 那边的浪。一个东看西看，观察一下。对啊 ，Pro Rider 他们注意的地方真的是都完全不一样。对，都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。来看浪板有没有出来，浪形还是什么东西？在调浪了。对。
找到最习惯的速度。通常是速度越快，浪的推力会越小。高的 air。好，上下浪，接下来呢？欧里180怎么样？没有问题，顺不顺？欧里180，然后再回来。现在 big spin 没有问题，回来，可以，哇，所以 big spin。好，接下来呢是不是接笨脚 big spin 呢？哎，还要再快，不到他可以做，是 big 回来啊！太可惜了。没错，他刚刚的确就是对 big spin 接笨脚 big spin。哇，好可惜，最后那个超可惜。对，因为他平常练习的时候那一招成功率很高。是。哎呀，可惜。这个 big to big 有出来的话，应该，不过这个也难讲，他也放蛮多大招的，所以看看啦，看裁判怎么决定。总之 ，Wake Surf 的所有赛程就全部到此告一段落啦。太开心啦！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 Wakeboard 的赛段啦。Wakeboard， 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大堆飞来飞去的、翻来翻去的招了。因为目前名单上看来，每个人也都是实力派。期待啊。好，这个我们看一下火龙精彩回放，拍一个这个 big spin， 这个是失败的，后面那个是成功的后面调整一下就找到感觉了啦。那怎么可以飞那么高啊？因为他看起来完全不出力。对啊，欧里180，然后 big spin 这个有成功扔下来，赶快去靠到浪，找到推力没有问题。然后这里刚刚是有这个也成功吗？没有，这个是跑出来了，就是跑得太出来。这个就他一直在做这招之前一直在说加速，不知道最后速度是不是有到他理想的那种状况。好，总之不管了，那也就结束了。我们又看到熟面孔杨晨雅再度出击，刚刚趴着起来没有成功那我们这次换板划水。对，微波没办法给你趴了，对，趴不下去了。那他这个最近主要厉害的是2招那个 hill side 的 back roll， 还有toe side 的 back roll。看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看到。目前这水况应该做得出来。以这么平来说，这个比中午好多了，好太多了。中午那些选手巴不得现在比了。是，中午看好几个 pro 男生，就是下来的时候都要花很多时间平衡。对啊，就是照理来说，以这个水况来说，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的。结果一到中午那样子，真是神仙也难救。是。所以现在可能就是在河面上准备换船，还是直接就公开好像全部都是用 G23。OK， 然后裁判也没有要换，所以应该是在压水，因为 Wake Surf 的压水跟 Wakeboard 会不一样 ，Wake Surf 重量会不一样，重量跟比例都不一样。假设要左浪的话，我们会希望左边压比较重。然后但是 Wakeboard 就会希望两边平衡。Wakeboard 是要两边平衡，因为它水道在中间嘛，两边要一样的。然后我们两边做浪我们做招两边的那个浪的话，我们会希望形状一模一样。然后但是那个 Wake Surf 的话，就是一边出来就好。长知识了。好，那么在我们等待公开的 Wakeboard 的比赛的这段时间呢，我们来好好的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的赞助厂商盐里里保养品，这是来自鼎盐中医研发的盐里里，然后纳木瓦精致天然香氛，百川建设 Chris Tour 去头高端旅游服务，波隆咖啡根本在旅行，日系咖啡厅，还有味觉百转零食进口商川象吹美食鲜冻包，乖乖生技保健食品，爱康保健食品，还有波塞顿海洋运动俱乐部，莲潭滑水主题乐园，车满城自助洗车场 Surf Ace，
服饰品牌启程居家物理治疗所，感谢所有的干爹干妈大力支持，希望我们每年都看得到你们。要办一场比赛都需要非常多人力物力哦，感谢各位干爹干妈，真的。其实冲浪比赛也是吧，你要找到一大堆赞助吧，超多哦。对你们来说，比如说像你们这边有的 GoPro 啊 ，Quicksilver 啊，对，都是那种极限运动常见品牌啊。对。那对你们来说，比如说最实用的赞助，你会觉得是哪方面、哪一类的？钱。的确啊，你不用给我商品，你就帮你摆 mark 上去，对，你就给钱。因为其实有蛮多好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赞助商的影片哦，感谢各位干爹干妈。
欢迎回到我们全国杯滑水锦标赛的现场。我们现在最后只剩下4名的选手要出发了，那就是我们最精彩的公开赛的赛程啦，非常的期待。宽板滑水公开女子组。对，首先要上场的是宽板滑水公开女子组。虽然说我们只有1位选手在这个公开组的组别，不过杨晨雅选手，她是实力非常坚强的一位女选手。非常期待看到这个，因为在台湾真的很少能看到女生做空翻的动作，真的超级少。杨晨雅选手目前在这个滑水家族的这样子的耳濡目染之下，就有时候其实是我们所谓的是一个 mindset 的问题。你觉得空翻好难哦，对，我怕什么的。那对他来说，从小看到大，对，他说简单，这日常啊，这个有什么难的？我觉得这是环境的问题。对，然后他一做就就成功，就这样子。对啊，哥哥在后面守护着妹妹。等下换哥哥上场了准备出场，杨晨雅选手。其实我也是看他从初级这样子慢慢比上来到大的，一路看到大，到了公开了。以前也是那种要先慢速做完水面调速度那种，现在不用，直接进到跳浪的速度，直接就来怎么样呢？好像有一点跳。他们都会刻意的带护具吗？wakeboard 的话还是最好带一下护具。很伤膝盖，真的没办法。你看他们等下跳的高度就知道，那个下来你缓冲做的再好，那个还是一个伤害啦。但护具还是有用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最有用的是练大腿，大腿肌肉强壮是保护力最强。好，杨晨雅选手准备要做第一招了，直接就直接来盖一个 back roll， 哇塞，有够轻松。第一招就表示他这一招他多有自信。怎样？居然，哎呀，这就是我刚刚说他的2招的那个空翻，是一个是 hillside back roll， 另外是 toeside back roll，直接 back to back 直接做出来。哇，刚刚那个可惜是落在了浪尖，是如果是在浪的旁边，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成功的。对，因为那个地方是好像一个溜滑梯，所以就是接住你，让你的冲击非常的低，然后稍微注意一下压水的这个。那个角度，就可以很顺利的扔下来。但如果是在白泡比较多的地方，缓冲力就没有那么好嘛。对，就是其实太帮皮，主要也不是有没有白花，是那个在浪尖是平的，然后下来浪的地方是斜的一个弧度的，是，就是一个溜滑梯，所以有点像大滑板，那个 U 板。对。然后对你如果跳上去，然后你是跳上去之后。摔在平的地方，那就会受重伤。失败。但是你如果顺着那个滑坡这样下来，那个就绝对没事。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再试一次toeside back。我觉得他玩宽板的自信跟刚刚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好像不一样。对。有时候这些表情细微的小细节看就是藏不了。对。什么东西喷过来？消防没有吧？消防水车吗？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有点跳。好了，过赛道了，那就先摆个 pose。从哪喷出来的水啊？好，然后现在要回转了，做个大回转之后进入 pass 2。对，好 pass 1目前做了一个侧空翻。我去玩那个被拖水翼的时候，这样绕一圈，绕一圈掉头，好可怕！那个速度离心力好快哦。你拉着绳子玩水翼，哇塞！水翼不是要放绳子吗？没有，它有一种是中间训练的时候是脱翼的。OK。哇，我好像没玩过水翼，我不知道。水翼感觉要站起来就很难了。对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要加速。他可能看那个浪有白泡泡，他就觉得速度再快一点。还要再减一点点。没有，他刚好像减一点点。他可能也还在抓浪外，准备要进来了吗？这个压得够远哦。
进来速度快一点就过了，哟呼，过啊！人你的位置好像是对的，是对的，但是翻太多了啊。对，偷赛 back row 最吊诡的一点就是你不能翻完一整圈。360度你可能只能翻到340度左右，甚至300度左右。哇，这个然后下来精准哦，下来用那个脚尖去卡住那个水。哦，像刚刚他整个翻完，是脚跟压到水，所以就对那个翻的那个力量还在，然后就滑倒了。哦，等于是力量没有完全释放掉，所以直接就滑倒。哦，那个没办法啊。这是前面过去是合理正常的嘛 ？Hillside back row。对，这个就很好。然后这个没有过，在这里最平啊，对你刚刚说的这个平的地方弹掉。对。然后刚刚最后，哎呀，他刚刚察觉到自己前一次距离太短，所以他刻意往外再移。这个他有稍微再加重了一点。然后注意加重，反而没注意到翻要小力一点。啊，这是哪来的脚头？虾块大桥头资，划水不迷路。关渡桥大桥头，戴个什么墨镜，而且他那个色调还处理的跟那个黑道一样。有帅，木鸟教练。对，我们卓志宏木鸟教练，113年全国杯大师男冠军。那他也是我们 ES 主理人之一，也是我们 ES 的教练。我们早上看到的那个大师组的那个王国伟，对，也是他的学生。还有那个中级不对，高级男的最后一个邱博瑞选手也是学生。这两个是他教出来的蛮厉害的学生。师傅要表演喽！卓志宏选手准备出发了因为刚刚公开女结束了，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到公开男子组，最精彩、最刺激的组别。绝对有满满的空翻，还有转体等着你。大家一定不要什么擦眼睛，对，不要擦眼，记得可以呼吸。对，我刚才想说，目不转睛，不要目不转睛，不对啊，不要，对啊，不要离开，不要转台，不对啊，没有人在讲什么。好难哦，中文怎么那么难啊？中文真的很难，标点符号还不能下错，对不对 ？Don't go away， 我们讲英文，大家。卓志宏选手，他其实很勇于挑战自己，就是他会一直逼自己去尝试一些新东西，一些，因为微博来说，我们试新招。其实我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你速度太快了，对任何一种新的空翻，是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空中在哪里，那个要突破那个感式，那个很难，真的很难。就我们真的是所有招都可以说是摔出来的。好，所以卓志宏选手，起滑看起来就特别帅。对，准备要进到 Pass One。哎呦，这样子捂嘴巴，还以为他在抽烟。第一招，猜猜看他会做什么？我猜 Hillside back row， 直接空中转体。就不知道。要出去喽。果然是 Hillside 的招，哪一招嘞？不要，我猜后空翻好了，我猜后空。我刚刚猜的是侧空翻。对，不要，我要猜后空翻。来。好，第一招 Hillside， 第一招，果然是后空翻，救回来了！一个翻太大力，差点摔在这一招。第二招偷赛怎么样 ？Scarecrow 吗？我觉得是前空翻。的确，然后，又是一个，哇塞，这太会救了吧！又是一个超勉强的把自己拉回来，哇塞！这核心超有力的。对，不过你一开始不要把自己搞到这个田地嘛。要营造戏剧感，翻轻一点嘛。这个是他的稳定的招啦，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翻的就是比较往正上方，而且翻的速度很慢，完全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。那刚刚前两招有一点，这个高度没有这个那么高。是。那你
这个高度没起来的话，下来的时候就不是对会不稳，然后绳子的拉力也会变很强，很难拉住。所以刚刚那2个拉住，他应该是比赛啊，洪荒之力，比赛太不想跌了，所以硬拉住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进 Pace 2了吗？对，准备要进 Pace 2，三招进 Pace 2。以他的个性，我觉得他会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成功过的一些高级招。热爱挑战啊！好，准备，应该已经进 Pass 2了。第一招是偷赛啊，什么嘞？后空翻吗？哦，果然，哦，哎呀，这是刚刚杨晨雅做的那一招，对，也是偷赛的后空翻。不过他也是在这里，下来的时候也是偏外侧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也有点转太多了，也是有点停不下来，然后又想要停下来，然后那个手。他有点停不下来之后，他想要用手刻意的去降低转速，是，所以往前、往下、往后拉，然后反而把自己的前脚拉进水里了。OK， 重心失去了。对，这看起来就很难。对，就是这个最难的，就真的是你在空中的那个转速，要刚好转得完，然后又不能太多。下来的时候要刚好是正的这样。甚至你胸口还要有一点往前。就是没有转完的那种状态，这一招才比较容易成功。应该会是说，感觉距离也不多了。难怪你会说都是摔出来的。对啊，那要控制的东西太细微了。是。还有时间吗？看起来是还有。还有，不过不知道几招，我觉得最多2招。不知道他会挑战什么。应该会挑战一些空翻，再加上转体360的，因为他刚刚最多是转体180。对，再多转个180，其实非常的难。哇，这个长尾浪，就是压水很重，然后等一下速度到的时候，那个浪就会变很大。现在在等浪成型，有了，可以了。他也在那个喘大气，瞬间爆发力要非常够。对 ，Hill 赛吗？什么招Whirly Bird， 哎呦，哇，厉害！我觉得值得。他这一招是跳起来没有，就是他的 handle 不换手，然后背转的360度这样子。这一招他在国外比赛有成功，哪里啊？是，我忘记哪一国了。反正他有一次出国比赛，然后也是最后了，他就说那就试试看，然后就居然成功了。然后可惜回到台湾失败了。跳起来 ，Whirly Bird， 不对，这是一开始。对，一开始。差点翻太多。前面那个腰力超好的部分。哎呀，这个完全太早跳。但救回来。对，直接救回来。这2招全身都拉到了吧？这个就没有问题啊，这个就轻松。然后这个翻太多，然后想控制转速，前脚插水。这个有转回来了，不过身体没有回来。对，这一颗小平头怎么回事啊？这颗河童，这个眼睛好大。对啊，这眼睛也太大了吧？这绝对有甲状腺亢进的。好，周逸阳选手，113年国手选拔赛，他的宽板半职业男冠军，我看了就生气。我是亚军他赢了我，害我没办法得冠军。好了，然后还有113年的新北国际滑水赛，听得出来有那个有情绪在在里面，有情绪在。对，可恶。因为去年那个时候很有趣，他那个时候我在他之前出场，是我算是表现得不错，对，所以他压力就很大，所以他就被迫做了一个他从来没成功过的招，背水一战，然后成功了。对，居然在比赛成功，哪有人这样的？超级生气的，就是你一般我们都是比赛前想办法练到会，然后才去比，对，哪有人在比赛
现场练，第一次成功，气死我了！就跟篮球最后倒数2秒，然后投进个3分球一样道理。重点是他投球的姿势，他平常没练过啊，他在用左手投，往后往那边用脚踢，乱丢啊，进了。难怪带有情绪哦。太生气了。好了，易阳选手也是我好朋友、好伙伴啊。看看他第一招，他应该是就是出他的那个经典招，他那个也是 Q 赛的侧空翻，不过是往另外一个方向侧的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侧空翻都是往顺着上去，是他应该是往反方向上去的那个侧空翻，他都可以做的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大，这是他的代表招吗？对，拿手绝活。对，就是这一招你一看就哇塞，也太高了吧！哦，还在调浪。哦，浪有变乱吗？看起来有一点旁平哦。应该还好，就是这一招哦。对，这个 front flip， 第一招果然一定出了，这是经典招。第二招嘞？第二招，哇，一样是 scarecrow 啊，像这个就有比我们卓志宏翻的比较慢一点，又高一点，稍微轻松一点，他就下来不用在那边拉。哎呀，翻多了吗？反而是我们比较觉得简单的招，他摔在这里了。好，这个是一个侧空翻，然后对，翻太多，整个停不下来，所以你一开始，这虽然很难啦因为你那个浪你没跳过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推力多大，对，完全不知道。结果你照自己的一般的习惯去做，哇，太大力了，满满的学问你等一下看看他要不要再试一次，然后再试一次，那就真的要翻得很轻了。所以每一个动作之间的轻重，他都要自己去调整。就是要看那个浪的大小，你要去调整。就是所有招其实大小船都可以做，但是你就要去知道那个浪的推力多大，然后你去跟着调整，然后让你自己是刚好可以翻完一圈。他那样子的刚刚那个力道，对，如果他再加上高度，对，起来之后脚收起来，是，那可以翻2圈了。那个高度是可以翻2圈的，对，因为他刚刚好像已经翻到第2圈的一半，对，1圈半了，对啊。他那个是因为他想要停下来，所以身体拉长。他如果是收着，就2圈过去。哎，说到翻2圈，不知道右叶今天会不会尝试？他算是台湾唯一一个会翻2圈的人。哇塞，真的是厉害。等一下右叶的那些招就真的很复杂了。好，我们先看完易阳他Pass One 应该没时间的啦，直接进 Pass Two 吗？对，因为看起来换到了转头。对，等一下应该就要回转了。OK， 他会先往这个 Pass One 赛道开完，然后回转。好，易阳选手。现在在关渡桥下面回转，准备重新进入赛道。他前面已经出了空翻了，所以也许等一下会出转体。转体就是360，空翻。所以他手是要要换那个把手，握把要交换。从后面交换。对啊，就是你身体转到后面的时候，手在背后交换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类型的招，然后微波来说，对，然后那个组合的那个分数就会比较高一点，就是各种的类型都有做到。也是 Q 赛，我觉得应该是360。我们来看看对手的猜测对不对？不是，是超人飞，哇塞，哇，他自己超生气，因为超人飞。好像大家都说是学会了之后一个超简单的动作，结果居然在一个好像应该要很简单的动作摔了。我觉得应该都是全身太紧绷，是太出力了。就是他刚刚，他刚下来的时候有 hold 住，但是好像又过入失力。对他 hold 住，但是把自己拉回来太多，是对，拉回来太多，然后那个力量又把他往前拉回去。好。无论如何，
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精彩回放。哇，第一招这没问题，经典招是啊，这个 front flip， 这个是 scarecrow 头赛的前空翻加180度，啊，这个摔了，就在这里转太多，是，然后这里超人飞应该要，哈，失败了，超级懊恼，怎么会失败？身体直接挺直，哎，哥哥来了哈，哎。杨佑佑选手，哇塞，这个真的是精彩了！大家真的是这个眼睛不要离开电视啊！这个少看一招你都会很后悔啊！让我来冠军哦，都是啊，对，台湾的哇，保证都冠军的。好，今天这个全国杯滑水锦标赛一路从早上的7点，早上7点开始，一路比到现在，啊，我们终于迎来了今天预赛的最后一位选手。也是最精彩、最刺激的宽板滑水公开男子组的杨佑业选手。好啦，配合我们这个台湾最高级的滑水船，G23。其实 G23也算是世界最高级的滑水船，目前全世界最顶级的。出去比赛，他们用到的最好的船，其实也就是 G23了。我们把它引进台湾，给大家训练。现在杨佑业一定要给他最好、最尖、最推的浪，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，尽量飞。对，怎么飞尽量飞。杨佑业选手。他另外一个更厉害的地方是，他节奏超快。就是你刚刚看，我们好像 Pass One 每个人最多就是三招。对。哦，他可以做到5、6招。哦，他就是连续不间断。对，他就是他抓到那个巧劲，就是什么地方出力，然后什么地方用力，那就好，不用说非常。他不用蓄力这么久吗？对，不用像我们一样，我们要滑到最外面等，然后进来，然后再做招。他准备时间超短，好期待哦！好，我也不知道他第一招会做什么了。这真的是他的主场的啦。他这从小练微波练到大的，哇！应该要做一个360，一般我们只做180而已。哎，另外一边应该也是哦，不是吗？不是360啊，是那个180 backside 180。回转吗？回转速度变比较慢。他也是把这个 handle 挂在当下，然后这个休息一下，省点力，手哦，没那么累吧？这样子也要休息。好了，准备出发，表演啦。哦，这个轻松的，对啊，做换都好轻松的感觉，轻松换脚。哦，然后出去的距离就很短，然后就一个加速，一个 KGB， 哦，然后要减速，然后是一个侧空翻加背转360，真的不用准备，直接过去嘞。哇，这个是当Tootsie Roll， 就是前空翻加背转180度。哦，又要再慢，哦，速度对他来说都太快了，他可能觉得浪太窄，他需要浪宽一点来接他的那个 landing。好 ，Hillside， 哦 ，Hillside backside 720度，实在是有够嚣张，而且是背转的。对，好，这个是正转的540。哎，我觉得他应该会想做720，刚刚可能是一下子没跳起来，所以就临时决定改540而已。对。哎哦，一个单纯的 tangent， 哎，有一点流利哦，因为他目前说实在的，这4招就赢了啦。他接下来都是在服务观众。看看，因为正常来说，他刚刚的后空翻会再加背转360度，整个把它提升一个另外一个档次。不过刚刚居然只有单纯的后空翻。我们现在直接进入 Pass 2哈。对，准备进入 Pass 2。有没有给我们一个 double flip， 那个2个空翻，双空翻？
好，准备要进入赛道。速度，对。哎呀，好，要做的是 Hillside 的招，什么招？哎，我稍微再取消一下，稍微再调整一下速度，调到自己最舒适的状况。第一招，哎呦 ，Hillside 的 Double Flip！ 哇塞！被你叫出来嘞！对，哇塞，真的啊，很有求必应，很有诚意，很有诚意。说出就出，因为他其实不出早就赢了。他出这个完全是为了我们开心啊，就是粉丝服务时间。对。然后，虽然当然他是最 pro 的，不过以刚刚的结果来看，他可能真的速度降太慢了。因为他就是落在我们刚刚说的最难，平面的那一块，冲击最大的那个地方。如果速度再快一点，让再窄一点点进来一点，他就会顺着刚好下来。那应该就可以练得非常舒服。但真的大开眼界。翻2圈，因为他这个国外比赛这招也成功过。好，那 Pass 2啦，应该还有，可能还有一点点时间哦。以他来说，真的快一点的话，可以做到3招吧。哇，看他要不要啦。那如果稍微轻松 chill 一点的话，因为刚看他 Pace 1的那个连接动作好快速哦。对呀，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会压水压出去到最远的地方。对，他没有，他就压到我们出去的距离的一半而已。他就冲进来，然后冲进来之后速度够了。直接做招，没有在管说我们的身体有没有稳定，而且它高度都特别高哇，出去 inside out 一个这个 half cab roll， 直接一个这个侧空翻加正转180度，还有时间吗？让有机会还有时间成型吗？我觉得他这样子等，有可能会来不及哦。有可能他就只打算再做1招了，那可能就是想要再试一次 double flip 给我们看，是不是呢？有没有呢 ？double flip 有了还是降在那个最硬的地方，好可惜好，不过我觉得哇，今天真的是值回票价了，大开眼界，大饱眼福。对，没有成功没关系，我觉得以他这样来看，明天他还会再试一次的。是的，我们今天只是预赛哈，对，明天是决赛，所以我们来看看明天决赛有没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再看到这个厉害的杨佑业帮我们再试试看这个 double flip 这一招。是的，而且我相信今天所有的选手应该对于船跟浪都抓得更准确了，适应了。KGB， 然后哇，这个眼睛去找那个 landing， 他超完全知道自己在干嘛。他自己知道相对位置在哪里。对，眼睛看得超清楚，这真的非常精彩。因为正常来说，他再怎么样也会做一个抓板，然后再一个背转180，没有做。感觉他手在空中没抓到算了，放得太松因为有时候你那个抓板也不是单纯为了好看或者帅，还有功能性的。对，然后抓到了之后，你的整个身体是你习惯的那个姿势，然后肌肉记忆到了，然后接下来你就是这个转过去，不转你也不舒服。没错，这样子没错。来，谢谢所有观众跟在场的爱好滑水的各位选手。今天是预赛，我们明天决赛一样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看转播。对，那预赛大家今天从早看到晚，也看到非常多精彩的表现。相信明天决赛我们一定所有选手都可以带给大家更多、更精彩的、更这个精湛的这个演出。没错，期待那大家我们明天这个准时7点半，对，准时收看。那希望到时候还可以再见到大家，大家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